维也纳，奥地利的首都，也是德语区当中仅次于柏林的第二大城市。因为在这里出产了非常多优秀的音乐作品以及音乐大师，所以维也纳也被称为音乐之都。而这里也是著名心理学家弗洛伊德的家乡，从而也被称作梦之都。现在是联合国4个官方总部之一。想要了解欧洲历史，维也纳是一座绕不开的城市。历史上，维也纳长期作为神圣罗马帝国和奥地利帝国的首都，也是奥匈帝国的首都之一，并且长期是最大的德语都市，有着德语区最古老的大学维也纳大学，也有二战历史中最著名的高校维也纳美术学院。今天咱们就一起来逛一逛这座多次被评为全球最宜居城市的艺术之都维也纳。维也纳的第一印象就是干净大气，真不愧是祖上阔过的。街道的干净程度比德国的大城市高太多。原先印象中的维也纳都是宫殿、古典建筑，实际上维也纳的现代建筑也很多，高楼大厦林立，古典的现代的在这里都有。当然，各种古典建筑还是城市的主角。维也纳金色大厅，这栋楼叫维也纳音乐协会大楼，这个协会成立于1812年，原来演出的场地很快就坐不下了，于是就搬到了这个新的场地，并于1870年正式启用。这个楼实际看起来会相对普通一点，里面有很多个大大小小的表演厅，其中最大的一个就是金色大厅，它被认为是世界上最美丽、音响效果最好的大厅之一，不听音乐会是不能到里面去参观的。OK， 金色大厅没进去啊，反正就是这样的。哇，这个就是金色大厅啊。从照片来看，里面确实非常的金碧辉煌。从全球知名度来说，在不远处的维也纳国家歌剧院地位更高，这里是世界4大歌剧院之一。以前在奥地利王室当中有一个老的歌剧院，现在这栋楼是在1861年到1869年之间设计建造的，当时叫维也纳宫廷歌剧院，于1869年以莫扎特的《唐璜》作为开幕。直到1921年，奥地利第一共和国成立，才改名叫维也纳国家歌剧院。在二战当中也避免不了遭到轰炸，之后对该建筑进行了重新的修复。走几步路就到了在这附近的维也纳美术学院，它也是欧洲最古老的艺术学院之一，成立于1692年。这所美术院校在欧洲非常的知名，也吸引了各地的美术生前来报考。曾经有一位奥地利青年报考这所院校2次，但都没有被录取，后来他就去德国奋斗了。曾经维也纳的中心就是在离美术学院不远处的霍夫堡宫殿。从1279年开始，这里就作为奥地利公爵的驻地，现在是奥地利总统的官邸。之前提到的那个老维也纳宫廷歌剧院原先就在这里面。前面有一个大的广场叫英雄广场，历史上霍夫堡宫和前面的这个广场发生了很多事情。1938年，之前那一位去德国奋斗的落榜美术生就在这里宣告德奥合并。旁边是外城堡门，也被称为英雄之门，最早建于1660年，作为防御工事，在战争中被炸毁，后来又进行了重建。说到宫殿，奥地利最重要最大的就是美泉宫，它是神圣罗马帝国、奥地利帝国还有奥匈帝国的御用宫殿，现在也是维也纳的著名景点。最早这块地方就是一个很小的皇家住所。为什么叫美泉？据说当时神罗的皇帝马蒂亚斯在打猎的时候发现这里有一个自流泉，于是就惊叹道：多么美丽的喷泉啊！于是有了美泉这个名字，就这么简单。后来这里一点一点的扩建，就形成了现在的规模。维也纳这个云真的很漂亮。宫殿后面是城堡公园，草坪的最上方还有一个凯旋门。想了解奥地利的历史和政治，可以预约去奥地利议会大厦，会有讲解员带领介绍参观整个大楼。这座希腊式的建筑建于1874到1883年之间，在二战期间严重受损，后来经过修复已基本恢复原貌。里面有很多个厅可以参观，顶楼也可以上去。
维也纳有很多的博物馆，比如这个艺术史博物馆，它的对面就是自然史博物馆。这2座博物馆拥有着相同的建筑立面，是当时的奥匈帝国皇帝弗朗茨约瑟夫一世下令修建的。博物馆建造于1872到1891年之间，而且2座博物馆同时开幕。这个艺术史博物馆内部非常的富丽堂皇，大厅就有一个穹顶，这个顶上面是一个餐厅，餐厅的上方还有一个装饰精美的穹顶。博物馆里面的藏品也非常的丰富。关于维也纳吃的方面，首推肯定是维也纳的炸猪排，这也被称作为奥地利的国菜。这个炸猪排 Schnitzel 在德语区的国家基本都有，但是以维也纳的最为正宗，可以搭配它的蘸酱，也可以不蘸。还有一个甜点叫 Apfelstrudel， 可以叫苹果派或者叫苹果卷，是奥地利的传统甜点，一般配合奶油一起吃，看起来很甜，但实际上还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昆汀的《无耻混蛋》，里面就有一场戏是吃这个苹果卷的。这个甜点配合咖啡，味道就非常平衡。推荐一家维也纳粉色的阿伊达咖啡，这个装修跟维也纳整个城市的对比就非常有意思。维也纳还有太多可去的地方，比如电影《爱在黎明破晓前》里面的那个唱片店。还有在市中心有彩色瓦屋顶的那个圣斯德旺主教堂，还有前面有着大广场的卡尔教堂。在维也纳还发现了在欧洲比较少看到的共享充电宝，而且维也纳的红绿灯也非常有意思。这里的阿迪超市叫 Hofer， 马路很宽也很有秩序，车站也是一如既往的干净。维也纳是一个非常有气质的城市，很大气，而且有那种与世无争的淡雅，但这里又联系着西欧跟东欧，而且各种世界组织在这里也有办公室。城市有新有旧，还有故事。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下期再见。